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撒迦利亚书第2章，这一章超像一部科幻奇幻电影，里面有测量员，有城墙问题，还有天使警告。你以为圣经只有规规矩矩的戒律？ No， 这里完全是 IMAX 画质的意象大片。故事开始，撒迦利亚抬头一看，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量度绳。哇哦，第一眼我还以为那是装修工人要来量客厅。撒迦利亚就很直接问，你要去哪？那人说，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有多宽多长。听起来很合理啊，量一量才能规划建设嘛。可是你有没有觉得怪？如果耶路撒冷要靠绳子量，靠墙围住，那这城还是有限的。结果天使马上来了个惊天翻转，另一位天使说，快去告诉那少年人，耶路撒冷将来要有人和牲畜多得像开放的村庄一样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火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听懂了吗？意思就是别再想着用绳子量，也别靠砖墙防御，因为将来上帝自己要当城墙，而且是火的城墙。哇，这概念比任何建筑师还狂，你知道吗？一般人建城市，里面的人保护自己不被攻击，但上帝建的城市，他自己做墙，谁敢靠近就自焚。这就像什么？很多人想在生活里筑高墙，存款要多少才安全？社群媒体要多少追踪才安心？健身环节要练几圈才不怕老？我们常常在量自己有多少人脉，多少资源，但上帝在撒迦利亚书说，你量不出来的，我要亲自护卫你。无墙的城市背后的逻辑是，安全感不在于外面的墙，而在于里面的神。画面突然转场，天使大声喊，快快，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来。这超像紧急警报，哔哔哔，大地震即将来临，请迅速撤离。当时的百姓还分散在巴比伦，被掳之地虽然看起来繁华，但上帝说，别再留恋了，快逃回来。这一幕很像我们的人生，有时候我们留在一个错误的地方，觉得还行啦，还能混啦，但上帝却在大声喊，醒醒吧，那里不是你的归属。接下来最震撼的画面来了，上帝亲口应许，我要住在你们中间。哇，这句话才是真正的高潮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人希望城市有地标，巴黎有铁塔，纽约有自由女神，台北有101，但耶路撒冷最厉害的不是建筑，而是上帝自己就是地标。他说，到那日必有许多国联合归向我，也要做我的子民。意思就是，这不只是犹太人的城市，而是全世界敬畏上帝的人都要聚集的地方。结尾很酷，上帝说，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他从圣所兴起，要行事了。这就像电影最后字幕前的一句台词，超霸气。翻译成现代白话就是闭嘴，看着吧，上帝要开始动手了。有时候我们太吵、太急、太爱计划，但上帝说安静，换我来，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。撒迦利亚第2章整个信息超清楚：一，别再用人类的绳子量安全感，因为上帝自己要成为墙。2，别再留恋巴比伦的繁华，因为那不是归宿，上帝在呼喊，快逃。3，真正的荣耀是神的同在，当他住在我们中间，那才是最稳妥的保障。